拍的这个房子，它原本报价在9000万，那么此时此刻呢，直接降价到1500多万。买房真的是我这辈子上过最大的当，当时为了结婚买的婚房210万，现在跌剩只剩下140万了。蒸发的这70万是老公的积蓄、父母的嫁妆，还有当年存的钱，现在全部都蒸发掉了。现在每个月要还房贷6000多块钱，真的觉得好无助好无力。近日，中共官方吹嘘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楼市回暖，但是呢，有不少业内人士表示，房子成交量比以往是有所增加，但是房价呢仍然在持续的下跌。房产中介提醒消费者，现在不要轻易买房。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根据问的数据显示，3月1号到24号，北京商品住宅网签套数呢为3416套，较2月增加了 48.8%。同期二手房网签是13675套，较2月增长了 15%。这博主在一家北京房地产公司工作，他提醒买房的人要谨慎，千万不要贷款买房。在北京，年轻人还有必要去买房吗？我告诉你啊，非刚需一定不要买房，尤其不要贷款去买房。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攒了180万，直接拿去贷款供套房，然后每个月还着18000的房贷，看似有房的成功人士，但这样你会过得很累。想做的事情你不敢做，想吃的东西你不敢吃，想去的地方你更加不敢去，背上30年的房贷，一辈子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脖子上套上了无形的枷锁。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现在北京楼市已经进入了2极分化的情况，市面上呢也充斥着大量的韭菜盘、炮灰盘。就算你一定要买，现在也不是一个闭眼买房的时代了。在北京买首套房亏个100万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果你现在确实需要买房，就必须货比三家，懂得各个楼盘的缺点劣势到底在哪儿。博主萍萍与老公结婚以后，已经租了4年多的房子了，房租都已经花了将近30万。这2年他们打算要小孩，于是想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房子以后，他的心凉了半截儿。在北京买房还是租房呢？最近我和我老公因为买房还是租房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周末剪完头发后，我们提前约了中介去看了几套房。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二手房，这次看的是北京新北苑板块，位于北五环外。这些房子的房龄均在2010年到2014年区间，2到3居室，建筑面积在80到100平左右。但是总价居然都在600万以上。这些房子，我心里甚至冒出了逃离北京的念头。毕竟这些都快15年房龄的房子，在北京居然还被归为次新房，价格还如此之高，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我和我老公都在国贸附近上班，也都有北京户口。关于买房和租房，我们的分歧点主要在于，我觉得当下大环境不太好，应该持币观望。虽然网上有人宣称房价已经涨了，不会再跌，但我看到目前就业环境严峻，裁员降薪现象频发，北京房子明显供大于求，所以买房不能操之过急，还是得多观察留意。买房的最大风险是什么？是涨不涨的问题，还是买贵了的问题？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我在2018年买房的那些事儿，真的是太痛了。2018年7月，我在北京郊区买了这套69平米的1居室，总价呢356万，单价5.16万一平。听着这价格是不是就觉得有点离谱？但当时是高点，周围的房子都在疯涨，我觉得再不买就晚了。结果真的晚了。说实话，买房的时候我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是在当韭菜。这几年一切都很顺利，直到2022年年底，房价开始跌。记得过年前，中介还说房子能卖300万，但一过完年，也就是23年2月，中介告诉我价格已经跌到280、290万了，心瞬间哇凉哇凉的。我当时真的是想哭。博主陈小工刚在燕郊花了100万买的房子，没想到邻居6年前花300万买的，聊天瞬间变得尴尬了。在前几天我忙着搬家，东西搬得差不多了，我就坐在楼道里歇会儿。这时候隔壁邻居出现，看见了我，特别热情地招呼我，还过来帮我一起收拾。我当时心里特别暖乎，想着新邻居人还挺好。
我俩一边收拾一边就聊天聊开了，从房子聊到工作，又聊到生活，结果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房价上。我也没多想，就顺口说了句：“大哥，你这房子当时花了多少钱买的呀？”邻居大哥也特别实诚，想都没想就说：“2018年买的，那时候房价高，花了300万。”我一听，整个人都愣住了，因为我们的房子是一样的，他是东户，我是西户，感觉空气瞬间都凝固了。同样是一个小区的房子，价格差了这么多，我这100万买的和大哥300万买的，差距确实太大。我当时脸上一阵发烫，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只能尴尬的笑了笑。大哥估计也看出我有点尴尬，就赶紧岔开话题，说房子嘛，自己住着舒服就行，涨跌都是身外之物。我连连点头，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在想，第一次和邻居聊天就碰上这么个尴尬事，以后见面可咋好意思呢？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2月，上海二手房成交 3.12 万套，为2017年以来的同期第2高。从价格来看呢，今年以来上海新房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月到2月分别上涨 0.6%、0.2%。二手房价格指数去年4季度以来环比累计上涨 1.5%。从数据上来看呢，上海楼市似乎也在回暖，不过呢，上海房地产业内人士却并不乐观。上海房产中介学长看房笔记提醒消费者，不是刚需不要买房。2025年上海楼市的情况目前看起来确实是有一点点复杂，特别认真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没发现，这段时间上海无论是新房二手房的话，从整个3月下旬开始有一点往下掉的感觉。当然不能说掉得很明显，就是确实数据层面是有一点点下滑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整个的一个购房热情其实2月份的话是比较高涨，但3月份你会发现低迷了很多，因为包括一些楼盘的销售热度也是相对来讲没以前那么旺盛了。这点的话，我也跟很多的一些朋友，包括业内的包括购房者包括房东在聊这话题其实明显感受到后劲不足可以用这次形容。因为现在上海的话，今年一直没有放限购嘛，造成新的购买力一直进不来。很多人发现房子卖了之后并不能买到自己满意的新房，所以整个置换量的话，他说是在讲有些启动，但启动的并没有很多，这是目前的一个实际情况。凤贤芳姐说，房产表示网上一些售楼数据都是假的。大家现在先不用着急买房子，房价会继续往下跌，过2年呢会达到1-2千一平，那时候买最合适，利率呢也会自动下调，甚至后边都不用利息了。也就是说，以后的房子烂大街都没人要，就送给你，你都不一定能要。并且现在是断供的好时代，很多人都哭晕在厕所了，房子是一套也卖不出去。还有网上的那些数据全都是假的，就是售楼处看房的人都是花钱雇的，200块钱一天。有网友在评论区善意的提醒芳姐注意言论，现在唱衰房市的要被罚的。北京、上海的房价持续的下跌，南京的房价呢也是一样。这位博主以半价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内心是百感交集。我的房子5折卖了，亏了180万。今天是和买家约定过户的日子，房子在南京，离我家约200公里，所以天没亮就得出发。黎明前的黑暗好像诉说着我此刻的心情。350万的房子，月供1万多，还了3年多，近40万，如今区区不到200多万成交，首付月供通通打水漂，亏损180多万。早高峰的拥堵也似乎和我心中的憋闷产生了共鸣。2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办证大厅。买家是一个25岁的小伙，准备今年和女友结婚，客套寒暄后开始过户。手续办理得很顺利，仅仅半个小时就完成了。签字的那一刻，心里没有开心也没有难过，下个月终于不用再还房贷了，不用每天睁眼就欠银行几百块，不用再被房价涨跌的新闻扎心。可转身看到账户里冰冷的数字，又忍不住鼻子发酸。这3年我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就像跑了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最后发现连跑道都是错的。中国各地房价都在下滑，就连豪宅市场也扛不住了，有的豪宅甚至以半价出售。北京的豪宅市场也扛不住了呀！之前卖1.2个亿的房子，现在
不到7000万你就能拿下，这你受得了吗？今天咱们看一个北二环700多平米的大平层，一层只有1户，相当夸张。23年刚刚入住，当时装修都花了将近2000万。那今天这个大平层到底什么呀？咱们一起去看一下。737平米的大平层，2梯1户。一层都是你自己家的，这个电梯间当然也是你自己家的。这柜子全部都已经装好了，上边的这个指纹密码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入户门，55开的这种双开大门，而且通顶的设计，金碧辉煌的感觉，满满的金钱味道。整个客厅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无主灯的设计，它所有的灯光全部都是用这种辅助光源，你看上去就不那么刺眼。我们看一下客厅看出去的位置。正好看的是水电总院上边的那个小亭子，还挺漂亮的。近日，皇城北京朝阳某小区9000万元的别墅降到1500万元，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关注。视频显示，一名男子称，北京朝阳区东山树小区位置优越，与朝阳公园仅有1路之隔，属于朝阳区的正核心位置。这个别墅呢，原本报价在9000万元。此时此刻直接降价到了1500多万元，这个消息立即引发了热议。北京一房产中介表示，他应该是说直降1500万吧，他是说错了，这个房子怎么可能才1500万呢？要真是这个价，大家都抢着去买了，借钱也要买。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上述视频中的男子是他的前同事，那个小区最便宜的房子也是5000多万左右。他可能想说的是降了1500万元，而不是降到1500万，原来是闹了个乌龙。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